这，走啊！丽华，你慢点骑。走啊你！本宫跟不上你们。杨广，你们慢点儿。这，丽华，你等等本宫。杨广，哎，你俩骑那么快干什么？本宫追了半天都追不上你们。给你。啊！殿下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也不知道躲一下呢？那么笨。本宫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及世家。哦，佳姐是在考您的诗书呢。是啊。太傅教过本宫这首诗。这首诗的意思就是，它就是桃子没有李子好吃，对吧？那是杏子。梨。哎呀，堂堂男子汉哪有那么多空闲去学那些女儿家的诗词？有精力我们多去骑马，练练弓箭，这样才能保家卫国，是不是男子汉？经典能流传，必有他为人处事之道。以史为鉴，才不会犯前人之错。只以武力征服，那只是莽夫所为。我杨丽华自小阅览群书，不说学富五车，但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喜欢与人谈论古今，畅谈典故，反观人生。自小敬佩才子豪杰，也最思慕这样的男子。杨广，你姐姐方才那段话什么意思？本宫一句没听懂。太子殿下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小女子先告辞了。丽华，丽华，殿下，丽华，佳姐就这脾气，您可千万不要怪罪啊！这该怎么办呢？殿下莫急，佳姐这是在给您暗示呢。您成了她心中的那种人，她自然就对您倾心了。太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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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傅！哎呦，殿下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老夫这身子骨受不住啊！哎呀，本宫心急呀！太傅，本宫要读书，赶紧叫我读书。什么？你要读书啊？啊！老夫该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睡糊涂了你啊！以前你天天说本宫不思进取，还去向父皇告状，怎么了？今日本宫要读书，你不教？老夫不敢，老夫不敢。教就行了，不敢。就这本，从哪开始？快点！好，老夫不敢，老夫不敢。哎呀，太子，你若真想读书，那可是大周之幸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听不懂。就这个啊！对，殿下想诵读一遍给我听。桃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世家。皇后，皇后，为何慌慌张张的，越发没有规矩了？千雪该死，可是皇后，太子他，太子出了什么事？听说太子在天德宫苦读，3日都没有出宫门了。
云儿为何一夜之间变得如此用功了？要不皇后您亲自去看看？万乘之国，是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是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立，不夺不厌。未有仁而依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烈？好啊，好啊！殿下，你进步很大。谢天谢地，一定是列祖列宗保佑，云儿终于要成器了。好，背完了这本，在那边吸的来，快！好，好，好。母后，儿臣参见母后。老夫参见皇后。免礼了。太傅，云儿今日功课如何？哎呀，殿下本来就天资聪颖，如今又肯用功，进步神速啊！好了，云儿，你懂事了，母后也便放心了。母后，从今往后，云儿不会再让您和父皇担心了，云儿一定会奋发读书的。好，这都是太傅教导有方。千雪，传本宫懿旨，太傅劳苦功高，赏银100两。是。谢皇后恩赏。只要你用心教导云儿，这点赏赐不算什么。皇后，老夫必定会竭尽全力，绝不让您失望。母后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儿臣要继续读书了。母后耽误你读书了，那你继续。母后先走了。儿臣恭送母后。恭送皇后。哎呀，快拿去啊！新书。快点儿。臣妾参见陛下。来了。陛下，这是臣妾亲自为您炖的参汤。您已看了半日的奏章了，也该歇息歇息了。说起来还真是有些饿了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有什么好事啊。陛下，您没听说吗？宫里全都传开了，咱们的云儿转幸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臣妾方才去看云儿，太傅直夸她天资聪颖，进步神速。看来云儿终于肯用功读书，她真是懂事了，知道啊替陛下分忧了。若是真的才好啊，也好不了3日，便打回原形了。陛下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亲儿子啊？虎父无犬子，您不能这么说他呀。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，这个孩子能不能成大器，还不好说。一定会的。以前呢，云儿是有些顽劣，可如今不同了，她懂得轻重了。对了，说起云儿，她也过了婚嫁的年纪，您说要不要为她娶一位贤惠的太子妃？一来可以好好照顾她，二来也该让她收收心了。你若不提起，朕倒真是给忘了。这些年，她顽劣成性，朕也没心思为她找。好，那这次便依皇后之意，改日朕便下旨，全国5品以上官员，家中凡是有适龄女郎的，都送进宫中，由皇后甄选。到时你便好好为她选一个吧。您就放心交给臣妾吧。
此番回长安，见到了皇帝，又在房间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闻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呢。谁啊？宇文护。皇帝如今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，而我们已经得不到他的信任了。大概，当权者的悲哀，莫不如此。失去了相信人的能力，便是这个位置的代价。不只是当权者呀，为人臣子亦是如此。只要是这朝堂中人，皆避不开这个诅咒。我也是。向皇帝隐瞒了藏经一事，就是因为对他不信任。大郎，今后这件事别再说了，会招致大祸的。时机未到，藏经一事就当不存在。夫人说的对。从今往后，我便在临直馆好好当差，尽我的本分。其余之事，能不掺和便不掺和。只要我们杨家一家平安便好。只怕你不想掺和，也得掺和。一旦卷入这权力的漩涡，谁又能置身事外呢？大郎，既是逃不掉，那便不逃了。既然与他对抗的力量不够，那我们便积蓄力量。此话何意？日后你便明白了。哦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太子似乎对丽华有点心思。我在想，此次的太子选妃，我们要不要掺和进去？可这样是否又太功利了？我好像在利用自己的女儿。什么时候我竟也有这样不堪的想法？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太子妃的事情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原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毕竟我们杨家与皇家的关系那么微妙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我们的丽华若对那个太子没有好感，那我们便可顺理成章地避开。可是，若是丽华自己喜欢，那你我作为父母能做的，也只有视情况而应对了。是啊，他幸福就好。丽华，母亲，在读什么书？《刺客列传》。看这个也能看得如此高兴。母亲，我是想到太子那日的傻劲儿，就觉得有趣。丽华，你还记得小时候，那个太子也像这样围着你团团转吗？那时候我讨厌他，觉着他特别自以为是。那你如今对他的看法呢？从前年少不懂事，但是女儿如今长大了，心里清楚他是未来的天子，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。来，那你可知这太子对你的心思？坐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呢？母亲，从小到大，我眼见我们杨家经历的种种事情，虽说从前不太明白，但也常常提心吊胆。父亲被皇帝排挤，皇帝无非是担心父亲功高震主，为了避嫌，
我们一家远走定州。如今虽说回到了长安，但是皇帝仍未对父亲放下戒心。我们杨家表面风光，却并无实权。一旦遭祸，根本没有回天之力。你怎会懂得这些？母亲，丽华虽是女儿家，但感受不分男女，只需用心观察，便不难领会。你的意思是，如今太子对我有意，我若能成为太子妃，这对于我们杨家来说也是多了一道屏障。皇帝即便想要对付父亲，也要顾及到太子的颜面。我若能在宫中稳固地位，这对于杨家来说也便多了一分安稳。不过母亲还是要问你一句：你喜欢那太子吗？世间的情感，有一见钟情，亦有日久生情。母亲，女儿的幸福，女儿自己会去创造的。母亲和父亲最希望的便是看到你能幸福。母亲，女儿长大了，女儿一定会幸福的。陛下，这4位女郎是臣妾精心挑选出来的，陛下以为如何？各有千秋啊，朕相信皇后的眼力。只可惜咱们晕儿连看都不肯看一眼，偏偏对那杨丽华痴心不已，还非她不娶。这点倒跟你很像。杨丽华，杨丽华，杨丽华，你给本宫出来！杨丽华，你给本宫出来！杨丽华，参见殿下。殿下前来所谓何事？他为何不去参选太子妃？啊！杨丽华，你给本宫出来！杨丽华，丽华，殿下既然来了，那我便说说我的想法。你说。我与殿下自幼相识，但并不了解。几次相处下来，殿下并非是我中意的男子。丽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，本宫就变成什么样的男子。那好，若想让我参选太子妃，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若不答应，我便不会娶。答应，答应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话别说得太早，我要说的可是很难做到的。丽华，若能娶你为妻，夫复何求？任何事情我都答应你。那好，第一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心中只许有我一个人，对我一个人好，就像我父亲对我母亲那样，忠贞不渝。丽华，我保证，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人，至死不渝。第二，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你不能逼我去做。丽华，我是多么多么的爱你，又怎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呢？那好，这第三嘛，以后你要每日背一篇先贤的文章，我会考你。若背不出或讲不通的话，不许睡觉。啊？不答应，带殿下走了。别！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。殿下，陛下正在里面批阅奏章呢，您容奴才先通传一声。滚一边去！父皇，混账东西，你是越发没有礼数了。父皇，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父皇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太子？父皇，你什么你？父皇，儿臣有人命关天的事要求您。人命关天的事，就是你要娶杨丽华为妻。正是。混账！区区一个女郎，就人命关天了？你是愈发有出息了啊！
父皇，儿臣对杨丽华一见倾心，此情不移。若是今生不能娶杨丽华，儿臣便一辈子不娶了。大胆！朕看你这个太子也是不想当了。父皇，父皇，您没事吧？父皇，父皇。太子若娶了杨坚的女儿，会如何呀？陛下，没事吧？朕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？罢了，你要娶便娶吧，朕也不想管你了，滚出去！父皇，您的意思是儿臣可以娶杨丽华为妻啊？宝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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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贵！快走，快走！父皇真是答应我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安德，奴才在。封随国公杨坚之女杨丽华为太子妃，其余4人皆封为太子妾妃，收宫留用。遵旨。陛下，听说您下旨，让晕儿娶杨丽华为妻。是。臣妾不同意。朕知道皇后所顾虑之事，但你可知，朕为何做此决定？好，臣妾倒要听一听。除了放不下那独孤伽罗，陛下还有何心思？杨坚虽收敛锋芒，但朕仍心有余悸，始终无法对他放心。无奈放走杨广，朕已失去一枚棋子。若是杨丽华嫁入宫中，杨家安分，他则平安；若是杨坚有所异动，我们也不会无棋可下呀。您当真这么想？当真。那好，这确是牵制杨家的一步好棋。陛下能下此决定，臣妾心里也是安稳了些。皇后啊，你真是多虑了。这当真就是我的命吗？我当真可以幸福吗？一入宫门，深似海。从此，命运如何走向，丽华难以预料。但丽华不后悔，只求上苍能保佑我父母兄弟平安喜乐，保佑杨家枝繁叶茂，兴盛长久。下去。是。终于等到这一日了。丽华，今日是咱们俩的大喜日子，来。急什么？忘记我与你说过的话了吗？什么话呀？婚前的约法3章，看来殿下忘性真大。
那我便要常常提醒提醒你了。丽华，丽华，那4个妃子是父皇非逼着我娶的，我才不喜欢他们呢。丽华，我最喜欢的只有你。我说的可不是这个。那还有什么呀？就请前背一篇文章给我听听。背文章？怎么，你后悔了？男子汉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难道你要食言吗？哎呀，丽华，今日可是咱们2个大喜的日子，背书这事儿明日再说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丽华。好，背就背，就背1篇啊。儿臣向父皇母后请安，父皇母后万福金安。父皇母后请用茶。起来吧。初到宫中，你可还习惯？回父皇，有母后与殿下的关照，孩儿一切皆好，谢父皇关怀。难得你起得这么早啊，但愿不是一时兴起，需持之以恒啊。父皇，如今不是有丽华了吗？她每日在旁督促儿臣，儿臣日后一定会早起的。堂堂太子，起个早还得旁人督促，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不是，这我这不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孩儿习惯早起，殿下便陪同孩儿一同早起。陛下，是不是到您早朝的时辰了？这是该走了。太子既已娶妻立妃，也是时候学习处理朝政了。明日起，你便随朕上朝吧。谢父皇。恭送陛下，恭送父皇。前几日便听丽华说，岳母煮的茶那是一绝，今日有幸尝到，果真是令人口齿生香啊！殿下若是喜欢，日后可常来府中小坐，我泡给殿下喝。如今殿下已临朝学习政务，想必日后会更为繁忙。丽华，好好学学煮茶。日后殿下想喝，便由你来煮。岳丈，千万不要再提政务之事了，本宫求求你。本宫今日好不容易出宫来清静清静，别再提政务，别再提政务。近来殿下日日夜夜学习朝堂之事，有些累了，故而今日出宫，想休息休息。是，哎呀，每日都十分疲惫。不过说来说去，全都是打打杀杀之事。本宫就不明白了，这天底下的男子，十有八九，都喜好那打打杀杀之事。这死人的事，有什么好的？既有战争，自有杀戮。我不杀人，人便杀我，岂容得我等在此说什么喜或不喜欢？殿下，你是因为还未上过战场，不知战场之残酷。岳丈说的是，殿下日后是一国之君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懂战事，有作战经验，自然很重要。将来遇上战事，方能成为将士们的主心骨。若不然，怕是只能六神无主了。当今圣上便是久经沙场之人，所以才能够率领大军灭齐国，统一北方。本宫自然无法与父皇相比。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，
皇帝在你这般大的时候，也是常上战场，才有今日的功绩。若皇帝知道殿下有心学习于他，必定会龙心大悦的。那岳母的意思是，本宫应该上战场？若殿下愿意，我倒认为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。一来可沙场立功，阻挡犯境之敌于国境之外；二来可树立殿下的威信，赢得朝臣的敬重；三来可为皇帝分忧，得皇帝信任。好了好了，饮茶闲叙，难得清静，大家别说正午了。殿下，请喝茶。啊，好。大郎，你可还记得这个地方？怎么会忘记呢？这可是我们的相亲之地啊！好久都未能出来走一走了。看来我日后得多带你出来走动走动。恐怕若不是有事，某人也不会有闲情逸致带我出来走动了。怎么，无事便不能带你出来走动了吗？这么说，真的是有事了？哎呀，什么都瞒不过你啊！我只是想问你，你建议太子出征，究竟是你心里早就打算好了的，还是话赶话说出来的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不大，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究竟是如何想的。这太子一直不得皇帝欢心，丽华又是太子妃，我是担心两个孩子受委屈。所以你想让太子出征战场立功，以得圣心。太子是真心喜欢丽华，若他得了圣心，便能更有力地保护丽华。自然还有杨家。你还是不放心皇帝？那你放心吗？连你也不放心，所以我们更要竭尽所能的为杨家罩上层层的屏障保护。你与我成亲以来，都没能让你过上一天踏踏实实的好日子，是为父对不住你。明明是我给杨家带来诸多麻烦，你却总是这么说，我心里更加愧疚了。你何必心中有愧？你若再有所愧疚，我就更不心安了。那你别这么说，我便不会愧疚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你我夫妻一体，彼此何须客气？怎么了？他们弹得不好听啊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想起有人说要弹一曲《天高》给我听，却整日里都埋首临纸馆。想必那个人是忘记了。答应过夫人的事，怎么会忘记呢？且等着吧。启禀陛下，边关来报。吐谷浑近来屡屡侵犯我大周边境，杀人夺财，使我边境人心惶惶。臣请陛下恩准臣带军队前去杀敌卫国。小小的吐谷浑竟也敢主动滋事。好，尉迟将军，那便由你带兵前去威慑一番吧。是。若皇帝知道殿下有心学习于他，必定会龙心大悦的。哎，等一等，父皇，此等小事就不必劳烦尉迟将军了。小小吐谷浑，请父皇准许孩儿率兵出征。你以为出征是闹着玩的吗？退一边去。父皇，儿臣知道出征绝非儿戏，故儿臣近来已熟读兵书。古人皆云，不可纸上谈兵。此次出征吐谷浑，正是儿臣带兵历练的好时机啊！望父皇成全。陛下，太子殿下能有此番壮志雄心，为陛下分忧，实乃好事。臣以为，让太子殿下到战场上历练一番，也未尝不可。高司徒，
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如此鼓动殿下上战场，是何居心啊？国家所需，太子有心出力，你却问我有何居心？我还要问你有何居心呢？好了好了，本宫是自愿出征的，你们二人吵什么？真是莫名其妙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是护国心切，想为父皇分忧，帮父皇成全。你是太子，你的安危确实事关重大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众卿若无他事，退朝吧。哎，退朝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启禀陛下，太子在殿外求见。看来他决心很大呀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父皇若不答应儿臣出征，儿臣便长跪不起。你竟有此般决心，说吧，是谁教你的？没谁啊，是儿臣自愿的。哼，你是朕的儿子，朕会不知道你吗？你若不说实话，朕是不会答应你的。你要跪，便跪着吧。是随国公夫人建议儿臣出征的，但是即使旁人不教，儿臣也愿意为父皇分忧啊，是儿臣自愿的。他此番居心何在啊？难道他连你也想左右了吗？不，父皇，儿臣的性子，父皇您还不知道吗？岂是一介女流能够左右的？独孤伽罗可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。父皇，儿臣自知能力不济，父皇不放心儿臣出征。但儿臣若不出去历练，何时才能如父皇所愿独当一面啊？儿臣知道，父皇您在儿臣这般年纪之时便常常出征，所谓虎父无犬子。哎呀，您便相信儿臣一次吧。此次吐谷浑胆敢进犯，儿臣以太子之身份前去阻击，必定给其极大的威慑，令其不敢再来进犯。哎呀，儿臣有心护国，望父皇成全。哎呀，父皇，你若还是不放心的话，可让朝中大将随儿臣一同出征啊，儿臣也好多加学习嘛。朕也觉得你该好好历练历练了。既然你有心，如今又有一个好的时机，那你便去吧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辱使命。走吧，宝贵。岳丈，本宫今日前来是想向你讨教攻打吐谷浑之事。吐谷浑的人颇为狡猾，殿下若想主动出击，恐怕会扑个空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他们自知人少，敌不过我军，故而通常会采用避攻而逃、隐匿谋诈、扰军士气，此类令人晕头转向的战术。那怎么办啊？妙计呀，岳丈，妙计呀！不过父亲，我们来问您吐谷浑之事，您似乎一点都不意外。其实我一早便得知了太子殿下主动请缨出征吐谷浑的消息。我也曾出征吐谷浑，看到你们二人一同前来，心中便已猜到，一定是问有关出征之事。知女莫若父。岳丈，你既懂军事，又能治理州郡，
如今却在这小小的灵芝馆里边，未免太屈才了吧？待本宫得胜归来，一定向父皇请命，为岳丈调职。多谢殿下抬爱，只不过为皇帝分忧，在哪里任职都一样。如今我在这灵芝馆，每日与各州的官员一同研究商讨治理州郡之法，倒也收获颇丰啊。殿下，顺其自然便可，不必为我劳心去皇帝那里讨要好处啊。可是父亲，殿下，我再为你画一幅我大周与吐谷浑的边境地图，好让你提前做个准备。啊，好。他会平安归来的，你别担心。母亲怎知我在想什么？母亲又怎会不知道呢？以往你父亲每次出征，我也是像你这般表情，这般心情。可是父亲的功夫比太子好，又懂战术，能保护自己。但是太子除了一腔热情，别的好像没有了。正因太子经验不足，所以才要多加历练。说不定此次战场拼杀后，他能够成为真正的男子汉。而且待他得胜归来，在朝中的威望必定大增，皇帝也不会像以往那般轻视于他。你在宫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敬重。我知母亲是为我好，义父一定会保护好太子的，是吧？皇帝正是因为担心太子，所以才派你义父随行，你便安心等着他回来吧。母亲笑什么？之前母亲担心你若成亲后还不喜欢他，那日子过得必定是不开心。如今母亲见你如此担心他，知你心中自是有他，所以母亲很高兴。其实太子除了有些不上进以外，倒也是个不错的人，待我也挺好的，我的心便不知不觉地偏向他了。这太子肯为了你们的前程上战场，怎么会是不上进呢？我的丽华呀，只要他待你好，那母亲也就安心了。结实了，哇，这个特别沉。你看这个，旁人都没有，只有我有。哈！丽华，待我凯旋，你再帮我亲手缝上去。放心吧，啊！哎，殿下，二位将军，我们来商议一下战术。走。来这边。殿下，这边一路奔忙，您想必很辛苦，是否先休息一下？哎呀，不用，我们办正事要紧，办正事要紧。殿下说办正事，那我们就先办正事。哎，看看啊，这里，哎呦，这里，吐谷浑步兵众多，且扼守易守难攻之有利地形，我军远来疲惫，他们可以以逸待劳，故而，本帅认为这场仗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吐谷浑的人可颇为狡猾，
殿下若想主动出击，恐怕会扑个空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他们自知人少，敌不过我军，故而通常会采用避攻而逃、隐匿谋诈、扰军士气此类令人晕头转向的战术。那怎么办？佯败。明日晌午，杨将军，你率8000兵力先跟吐谷浑的军队打上一仗。是。记住，只能败，不能胜。不能胜？为何？配合他们的战术，待他们以为我军真已晕头转向之时，将他们诱入北国境内，再命人假扮吐谷浑的骑兵，偷袭北国边境，引发北国对吐谷浑的愤恨，到时便可借北国之力，与我军前后夹击。彼时，便是吐谷浑兵败之时。殿下，妙计。哎，不算什么。哎，杨将军，来，明日虽是让你佯败，二弟，但是这背后的军师当的不错嘛。撤！公元578年3月，周国太子宇文赟率军回击犯境之吐谷浑军队，使妙计借北国之力，以极少的伤亡大败吐谷浑。首次出征的他，一战成名。呀！你慢点吃。云儿真是长大了，不但能主动请缨去打仗，还能打个大胜仗回来。孩儿也是为了日后跟丽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，我才去的。为了日子能过得好一点，这是何意啊？母后，孩儿的意思是，我主动请缨去打仗，得胜归来，父皇他就不会看不起我了。这样，我与丽华今后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一些。云儿，这建功立业，应当是一个男子汉毕生的志向。你身为太子，更该有顶天立地之志。此次出征，你虽然凯旋，但若只为了儿女私情，那母后便不得不说你眼界太小，切莫像女儿家一样小家子气。哦，殿下的意思是，所谓治国必先齐家，先稳固了我们的小家，他才能全心的为国之大家而拼搏。你倒是伶牙俐齿，跟你母亲一样。丽华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母后。这治水嘛，儿臣记得东汉有2位精通地理的水官，一位叫王吴，另一位叫王景。他们2人采用堰流之法治理渠道，使黄河之水不再为害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带儿臣想一想啊，还有，这治水如打仗一样，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但也需依照实际情形，灵活机变。是父皇。但灵活机变的前提，是要好好去了解前人的经验。是父皇。儿臣回去之后便去临直馆翻阅典籍，儿臣听说那有不少的治水记载。哦，你跟那儿的人很熟悉啊？岳丈不是在那儿吗？儿臣和丽华偶尔会过去，便与他交流交流。交流之后觉得如何呀？
儿臣觉得岳丈的确不一般，他不但懂得行军打仗，又懂得治理州郡，至于抗灾治水之事，好像也不在话下。哎，父皇，你说像岳丈这样的人才，只安排在这小小的临淄馆，是否太屈才了？此话是谁教你的？杨家人教你这么说的？朕早就知道，他们杨家绝非善善之辈。没人教儿臣呢，父皇。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才最可怕。你看看你，还敢说你不是他们家的人？凭你那简单的脑袋，如何看得出他们的手段？朕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不许插手杨家的事，否则你早晚被人玩弄于股掌。是父皇。哎，父皇，你有滚！宝贵，走。杨戬，他凭什么呀？无缘无故就骂我，无缘无故就骂我。自古以来哪有太子像我这样的？气死我了！殿下，殿下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气大伤身，气大伤身呢。干什么？如今连你也管我了啊！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参见殿下。太伯，殿下，这是谁惹您生气了？没谁。看着殿下不高兴，微臣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。很快便是正月15了，4位夫人准备拜祭月神，为陛下、皇后还有殿下祈福。为此，他们还特意编排了祭祀时用的踏月舞，命臣去看看。不如殿下也随臣去观赏观赏。不去。踏月舞有什么好看的？殿下，这踏月舞可不是无趣的祭祀之舞啊，乃是古时祭司与月神通灵时所用的舞蹈，非处子美人不可舞，舞姿甚是惊艳呐。原本已经失传多年，是微臣无意间在一本古书中找到的步法，难得一观呐。不就是个舞吗？看你说的玄乎气玄的。哎呦，殿下，观舞还是其次，您是不是该去看看4位夫人了？自成亲后，您似乎将4位夫人都给忘了吧？殿下，如今您也身居朝堂了，那4位夫人的父亲多多少少还是能为您做一些事情的。倘若您一直冷落他们，恐怕他们的父亲心中多少会有一些想法的呀。切，谁敢对本宫有想法？殿下，人心是靠笼络的。这4位夫人的父亲，毕竟都是朝中大臣。您如此冷落他们，那是会影响君臣关系的。到时陛下还不是要怪罪于您？行吧，行吧，跟你去看看也无妨。殿下请。哎，下去。哎，你们这舞姿行啊！殿下，
听闻殿下近来已经开始处理政事，想必很累吧？妾身为您揉揉，放松放松。哎，小手还挺有力道的啊，往上面。殿下，殿下时常看书，双目必定疲累。妾身为您备了一壶菊花酒。这菊花酒呀，有明目之功效呢。妾身敬您一杯。这酒能明目？哎呀，这酒洒了。殿下，您看，您看，您看呀，都湿了。都湿了呀！你，本宫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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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！太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殿下心系太子妃，诸位夫人还得多加努力才是啊。太子妃，又是太子妃，哼！怎么突然出宫来了？有事？看来事情还不小。母亲，皇帝与父亲是否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？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昨日太子请求皇帝为父亲调职，却被皇帝痛骂一顿。若不是曾经有过不愉快的事，只是调职罢了，他们又是结拜的兄弟，为何皇帝会如此大动肝火？他还是没放下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有些事情是时候让你知道了，这样你日后在宫中才能够更加小心。母亲，到底是何事啊？启禀陛下，因上次殿下妙计，诱吐御魂军队入北国，北国察觉后，认为自己被利用，故近来多有进犯我大周边境，似故意挑衅。尉迟将军，你此话何意啊？你的意思是本宫做错事了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年，北国境内各部逐渐四分五裂，内力消耗过大，国力已大不如从前，甚至军队供给都有问题，故他们寻了个由头，侵犯我边境，抢夺我钱粮。这是他们蓄谋已久之事，绝非殿下之过。那尉迟将军，你以为该如何呀？臣以为，应当派军队前去敲打敲打，但为免两国百姓因战事而遭殃，可先与对方谈，谈不拢再打也不迟。而最合适的人选，便是杨坚，因之前杨坚曾与北国可汗有所往来，而北国也曾派兵相助杨坚所率的伐齐军队，故臣以为，你难道不知道杨坚现于临直馆做事吗？比起战场，临直馆更需要他。父皇，儿臣愿再次率军出征。那个北国的达头可汗啊，是儿臣的舅父，儿臣去找他好好谈谈。如若谈不拢，再打也成啊。再说了，儿臣也有打过胜仗的经验啊。这次又是谁鼓励你出征的？啊？北国不比吐玉魂，你以为是你耍点小聪明便能打败的吗？只不过是打了一场胜仗而已。
就敢如此轻敌？你是太子，是一国储君，被人随意怂恿一番，就嚷嚷着要出征啊？有没有半点自己的想法？朕还能指望你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一去小打小闹，很有可能会毁了朕的大计。儿臣愚钝，不知父皇有何大计？你能知道什么？正如尉迟将军所说，如今北国内部四分五裂，国力日衰，是时候该拓展疆土了。吾朕决定亲征北国，扬我国威。哎，二弟，出大事了！皇帝要出兵北国，还要亲自挂帅。北国又侵犯我大周边境，可不是嘛？这刚打完吐谷浑，现在又要打北国。我们都说了，可以先采取柔和手段来平息两国一触即发的战争。哎，但皇帝坚持要征伐呀，我们是想不出什么招来劝他了。你可有办法？恐怕难了。为何？皇后刚才召我进宫，也正是为了此事。她已百般请求皇帝不要再大动武力，可皇帝根本听不进去。皇后问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一时也想不到。这个皇帝真是太固执了。要不我去劝劝他，或许有用。哎，不可，二弟，我们是来找你商议的，不是让你去以身犯险的。哎，什么以身犯险？大哥你言重了，我是去劝谏。你们放心，没事的。大郎，我觉得不妥。皇帝现在不想见你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伽罗，你怎么也跟大哥一样？你们放心吧，劝不住我也会没事的。如果劝得住，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？好了，在家里等我吧。啊，哎，二弟，二弟。为何偏偏只有他来劝呢？隋国公，陛下若想见你，早传你了。你看你等了那么久，陛下都未松口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见不到陛下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隋国公，你又何必如此固执呢？待会儿惹得陛下不高兴，你可担待不起。你也莫让我们为难了，还是回去吧。你一直这样跪着，陛下不想见你，你也见不到。隋国公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隋国公，还是回去吧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此事事关皇帝的安危和整个国家的前程，你若一再阻拦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陛下，臣知道，陛下不愿意见到臣，但臣还是要说。臣说完，甘愿受罚。北国地处苦寒之地，地广人稀，衔接不宜。我大军入境作战，供给将会变得十分困难，且马上便要入秋，那里天气变化非常之大，而我大周的将士根本就不适应那样的作战环境，势必严重影响士气。即便陛下决定要征讨北国，也不应该选在此时，这样对我军甚是不利。隋国公，你看，你说了那么多，陛下还是不理你，所以你还是回去吧。陛下，安德，你觉得隋国公说的有理吗？奴才觉得不无道理。毛浩，你觉得呢？好像有点道理。隋国公，你看，这安德和王贺都明白的道理，朕会不明白吗？
你说的这些，朕已经考虑过了。朕自有应对之策，你就无需担心了。可是，好了，朕该如何打仗，该何时打，无需你教。当初伐齐，你们便多有反对。如今你们又反对征伐北国，只不过是鼠目寸光罢了。朕是皇帝，朕心中自有想要成就的霸业，岂是你们能懂的？你回去吧。隋国公，回去吧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陛下，这风刮得蹊跷，不如我们一阵风而已。传朕令，继续前行。臣遵旨，继续前行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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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到底如何？皇帝要不要紧？回禀皇后，陛下早年留存在体内之毒尚未排尽，长期日夜操劳，近来本就体弱气虚，加上情绪急躁不稳，怒火攻心。大军出发之时，刮起蔽日风沙，寒气侵入陛下龙体。你就说皇帝到底会不会有事？皇后，臣等已无力回天。皇帝绝不能有什么事。如若皇帝有什么事的话，你们都别想活了。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哎呦！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伽罗。伽罗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说伽罗？伽罗，那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伽罗，伽罗，安德，在。屈清，独孤，伽罗。是皇后。我帮你把他请来了，那你醒过来好不好？醒过来好不好？传皇后口谕，急召隋国公夫人独孤伽罗进宫。臣妇领旨。云儿啊，父皇，
怀疑啊，宇文护留有一批数目巨大的藏金，可这些年却一直找寻不到。你要继续查下去。朕走后，你要谨慎行事，不要轻易相信杨戬，要好好守住大周的江山。儿臣知道了，父皇。儿臣知道了。启禀皇后，随国公夫人到了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他一直等着你呢，你跟他说说话。陛下，伽罗来看你了。伽罗，临走前能见你最后一面，朕很高兴。陛下，朕这一生坎坷曲折，高岸低谷都经历过了。虽然还有一统天下的理想未能实现，于今这境况也足够了。朕这一生最后悔的是，陛下，伽罗，未能与你成亲，相伴终老，是我这一生，这一世最遗憾的事。原本该是我陪你雪夜煮酒，该是我陪你青丝渐白，本该是我护你一世周全的。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终究是于事无补了。陛下别说了，您好好歇息。这些年斗来斗去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多在意我一些吗？哪怕是恨也好，你好歹也是忘不了我的。我在你这里，永远都是输家。余生还长，我不能在远处守望着你了。你要多保重啊！你的阿勇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伽罗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勇，伽罗原谅你了。哎呦！